尤其是扎铁柱那个施工队，那是优秀施工队啊！我敢把这样一支队伍交给他，那是因为我很了解他，我对他很放心呐。大川，我不敢放心呐！扎铁柱不会放火，其他人呢？现在经济纠纷这么严重，矿上又破了产，就不敢说没有人一气之下失去理智啊！好，刘元玲，请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，周培成是什么时候来到那个电焊火场的？是在你去4楼之前呢，还是在上4楼之后呢？周培成好像和我差不多上去的。哦，要不然就是之前，周培成不想救火，扎铁柱非得让他救。周培成还说呢，救什么火呀？烧死苏安福算了。哎，刘元玲，你说的情况都是真的吗？一定要实事求是啊！就是这么个事儿嘛。那不信你们就去问扎铁柱，周培成。这不要你烦，我们自己会去问他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？后来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去了夜巴黎，陪那个广东佬唱歌跳舞。如果这把火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，扎铁柱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吴局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故意放火呀？哎呀，这误会可就闹大了。我是党员，还是总支副书记，我干过矿山救护队长，哪里出现险情我就冲向哪里。我5次因公负伤，2次差点把命都送掉了，怎么可能故意放火呢？他水火无情啊！火一起，死的就不是一个苏阿福，他祸及多少无辜啊！对。孙队长，我刚倒明白，你们带我来不是扫黄啊，就为了弄清楚大伙的情况。您看我这情况都说清楚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走？你往哪儿走啊？现在就该说说你那些大生意了。好了，大川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黄书记，你可得多做叶检察长的工作。该说的情况我会说的，不过违反原则的事儿，你别指望我啊。哎，这么晚了会是谁啊？不会是叶检吧？不会吧？哎，你们这是？对不起，黄书记，我们请李大川到公安局去一趟。哪儿有什么大生意呀？就是一个广东岛嘛。不止，那可不止。你刘艳玲是有名的歌唱家嘛，名气大得很。孙队长，您是不是开玩笑呢？开玩笑？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吗？刘艳玲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今天的性质相当恶劣，非常严重，知道吗？你说大富豪娱乐城烧死那么多的人，你不向公安机关报告，还跑到那种地方继续做，你，那谁都得说呀。说，全都说，凡是跟你做过的。喂，叶子清，你本事真大呀，让公安局上门抓人了。黄国秀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公安局的人把李大川带走了。肯定是调查取证涉及到了李大川，对不对？这一点你应该想到嘛。大富豪是你们方舟公司第3施工队装潢的，作为总经理、法人代表，李大川明显和这场火灾有牵连，所以你们有责任、有义务帮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扎铁柱，现在的事实是：第一，因为你烧电焊引起了这场大火；第二，你们方舟公司第3施工队
和苏阿福的大富豪娱乐城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可经济纠纷和火灾没关系。我们老总李大川一再提醒我们，要我们通过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我的为人，李大川可以证明。好了，扎铁柱，今天就谈到这儿。啊，你们还得找歌唱家刘艳玲啊，她看到我积极救火的。这跟你没关系。好好看看记录，签字吧。反正我不是故意放火的，刘艳玲能证明。我就是对苏老板意见再大，我也不会去放火呀。这你们不能赖我。扎铁柱，你知道这场大火烧死了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154个。即便是失火，你小子也是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赦。什么？烧死了154人？武局，方舟老总李大川已经控制住了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叶简家里。怎么会在叶简家里？可能是说情吧。别胡说。武局，喂，您好，将军又催了，要审讯材料。告诉将军，我马上过去了。武局长，电话。啊，哎，你们两个呀，立即去通知将军啊，一定要快。我说你怎么了，孙队？你神经有毛病啊！被烧死的150多个人还在那扔着呢，省市委那么多领导都在那等着汇报，你们居然还审什么嫖娼卖淫的问题？行了，把那个3位小姐的笔录一同给我送过来。好好，武局，我马上安排。真是毛病！好，立即拘捕周培成。是，武局，将军等着你呢。你先向将军汇报吧，告诉他案情有重大突破。好，武局，扎铁柱还没有说实话，我们还要再审啊。对，这事儿你负责了。是。我是常山啊，材料我已经拿到了，马上上。接通了以后我才拿，接通了以后我才拿。那就把那个材料给我拿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您看，这个材料还有这些，非常严重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复印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办，马上去办。你把那个材料也给我拿一个。还有这些，您看。喂。好的，好的。喂，请接北京。啊，小喂，你忙。我不知道事情都知道了啊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清，你不要着急嘛，咱们先开会啊。王省长，现在的死亡人数是155人。消防支队1大队副队长钱光辉同志伤势太重，抢救无效，半个小时以前在医院里牺牲了。好了，黄国秀，别多说了，你马上到市里开紧急会议。好了。没接到通知，现在我通知你，赶紧过来，有话会上说吧。唐书记，国家安全生产局要你们领导亲自汇报。好，王省长，那我就如实汇报了。不，朝阳，还是我来跟他们说吧。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怎么能让省委领导出面替我们定位呢？算了，我出面可能比较有利。再说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不但是常务副省长，毕竟以前是这里的市长嘛。这不合适吧？我觉得王副省长考虑挺周到的。你们来这才几个月，不到1年嘛。我和王副省长是这儿的老人了。是啊，我跟老陈多担点责任，你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。哎，我看是不是让林市长赶快回国吧？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让朝阳一个人在这儿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没必要。王省长，你说呢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我看就让小林市长好好招商吧。好，事故要处理，往后的日子也得过嘛。但是你要告诉林强，坑口电站的合同必须签下来。好，那我和小林市长谢谢省里领导了。不说这么多了，都顾全大局，面对现实吧。把北京电话给我接过来啊！我再去了解一下。哎，好吧，经理啊，行。哎，子金，哎，兄弟啊，哎，再见。哎，兄弟，大富豪前的门面房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放心吧，还能怎么回事？无法无天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那你们城管委是怎么监管的？到底负责任没有？你说钟楼区城管委啊，是干什么吃的？这样，会议散，我马上去查。我先跟你老同学打声招呼，这件事的性质特别严重。我知道，门面房影响救火了嘛。好的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是，尽管措施比较果断，救援行动呢也比较及时，但是火灾造成的后果仍是比较严重。我们省委省政府和常山市委市政府要向中央做深刻的检讨。省委书记赵培军同志正从上海紧急往回赶，刘省长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赶到了首都机场。火灾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您汇报。对，好的，是。唐书记，王市长，起火的直接原因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电焊施工引发的。有关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办案人员控制起来了，其中有方舟公司的经理李大川，还有公司的第3施工队长扎铁柱，还有一位在场的3陪小姐。郑刘啊，有没有放火的可能啊？目前我们正在紧急排查，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？有没有？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类证据，但是。那就叫下面的同志不要乱说话了。这才几个小时，怎么就谣言满天飞了呢？王省长，有位姓周的施工工人有放火嫌疑。你是说，方舟装潢公司的工人放的火？现在不好说，但是5局现在正在追捕那位姓周的放火嫌疑人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陈主任问是不是开会？你让陈主任再等一等，继续说。走吧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吃吗？不，谢谢。哎，听说王省长和唐书记都发大脾气了。是啊，领导们都急眼了。唉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还请人家王省长来看夜景呢。喂，国庆啊，这样啊，你去查一下死者的名单，不要搞错了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子敬，大富豪的老板苏阿福也烧死了。这都是外面在瞎传，别乱说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家黄破产来了，好，马上开会。哎，子敬，能不能出来一下？这儿人多，不太好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就要开会。我知道，就一会儿，快点。水还是热的。叶子敬，你听我说，唐书记有话呢，要把李大川视为典型。你们这么做，是不是也向市委请示一下，听听唐书记什么意见啊？没这个必要嘛？怎么？唐书记和市委也得依法办事。怎么啊？唐书记又缠上叶检了？对，我是市委啊。唐书记，我是向叶检传达您和市委的指示的。我和市委的指示用不着你传达，开会去吧。
子敬同志，你是检察长，有个招呼，我必须打在前头。说情风，要坚决顶住。啊，这场火灾，不论涉及到谁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都要依法办事，一查到底。是，唐书记。将军，走吧。走。叶姐，怎么了？向你通报个新情况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集中搜寻城乡结合部各路口。据判断，目标为2个人，很可能逃往南2矿区方向。王省长，开会吧。老陈，同志们，开会了。5月13日21时05分，我市大富豪娱乐城发生了严重的火灾。现在，我把火灾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。周培成的潜逃，更证明了放火的嫌疑。看来放火的嫌疑越来越大了。是的，叶姐，别嫌我多嘴，该提醒的我还得提醒。你得敲敲你们家那位破产书记，别让他对李大川、扎铁柱大包大揽了。唐书记是火透了。我也对这个黄破产火透了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马上带回。好，叶姐，好消息，周培成落网了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太好了，这么果断及时啊，真服了你了。这才是开头啊！我一赶，麻烦事还在后面呢。走吧。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我们的消防武警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他们奋不顾身，争先恐后地冲向火海，真是可歌可泣。就在我们这个会召开的前10几分钟，我们消防支队1大队的副大队长钱光辉同志壮烈牺牲了。兄弟，我们这次麻烦大了。扎铁柱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把周培成抓到了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，我啥也不知道。那你们施工队和苏阿福的20万的经济纠纷，你也不知道？你问我们队长扎铁柱去。周培成，你今天到底去没去过火灾现场？没有，就是没有。那你跟刘金水掏什么？你别想赖我。你逃什么逃？我们有行动自由。这场大火暴露出了很多问题，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。大火的当时，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有10几位公务人员就在里边娱乐。我要问的是，这10几位政府的官员们都是自费进去的吗？不可能吧？听说一般消费都在100多块钱。地税局的赵局长来了没有？陈主任，我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你那儿下属的一个地税局的官员，当时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到了娱乐城，老婆孩子也跟着去了，他们也是检查人员吗？你知道这个情况吗？啊，这我也是刚听说的。我们市局领导有责任。周培成，你不要死不承认。你以为你和刘金水、扎铁柱定了攻守同盟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？哼！我提醒你啊，有人在现场看到你了。那他可能看错人了。你坐下。还有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公安局的江局长，分管大富豪这一片的分局局长是王晓峰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
王晓峰就经常出入大富豪，而且跟苏阿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这是不是你们的警风警纪问题啊？该不该查一查？如果这个目击证人是偶然路过，无意中看了你一眼，有可能是认错人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目击证人和你一起救过火，而且和你和扎铁柱还待过一段时间，亲耳听到你对扎铁柱说：“救什么火呀？烧死苏阿福才好呢，对不对？”不对，这话我没说过。我说了，我当时不在现场，确实不在现场。那你找苏阿福要钱的时候，威胁过要放火吧？上午吵架时我说的话多了，这话我记不清了。周培成，你终于承认你上午和苏阿福吵架了啊？周培成，你不要这么嘴硬，你现在已经涉嫌放火犯罪了，知道吗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，被告人没有供述，证据确凿的，也可以认定有罪，并判以刑罚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承认，我们就不能抓你，不能判你了。江局长，这些警风警纪的问题，我看是不是要好好的整顿整顿。陈主任，对特权人物我们会坚决打掉。江正刘同志啊，我看陈主任这个醒提得很好，非常好。警风警纪必须好好整顿，我们的公安干警绝不能有特权思想。周培成，如果你没有放火，你也用不着害怕。即便你承认到过现场，我们也不会认定这把火就是你放的，啊！我们办案要重的是证据，不仅仅是口供。吴局长，那你何必问我呢？你把证据拿出来好了。将军，王晓峰的事情我还得向你解释一下。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事，有些事太复杂了。吴局已经初步查明他到过现场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！周培成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告诉你，刘金水已经交代，在大富豪着火前的1个小时，你到过大富豪，后来又一个人慌慌张张的回来了，说是扎铁柱不小心把大富豪给弄着火了，搞不好要进去。还说扎铁柱交代的，叫你千万不要承认到过现场，对不对？啊？吴局长，我说我是到过现场，可哎呀，下面我说一说陈管委。陈管委在这次大火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检讨，说检讨都说轻了。大富豪门口那一片违章建筑物怎么盖起来的？谁批的？当初2年前吧，就有人在这盖了大片的违章门面房，我们就勒令把它给拆了嘛。怎么现在有的人还敢在这盖起来？而且就是这片违章房，严重的影响了救火。周主任，这些事儿你清楚吗？陈主任，会议结束，我马上就去查。我已经通知下去了。查，一定得查，一查到底。好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片违章房影响了救火，你们就有渎职的问题。是，我们市城管委负有领导责任。那你说清楚，你到现场干了些什么？我能干些什么？我就是想给扎队长帮忙。我是电焊工，这份电焊活本来是该我干的，我闹情绪不去，扎队长才去了。我到现场以后，发现突然起火了，我就和扎队长一块儿，还有一个小姐一块儿去救的火。周秀丽同志啊，今天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
我看你们城管委的领导责任是不小，起码是，工作不扎实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敢请我到常山市来看你们的亮化、看夜景？我在常山做市长的时候，不是没有提醒过你，抓工作一定要扎实。是，王省长。这一段我一直忙着在抓量化，所以其他工作就有些松懈。是你先发现的火情，还是那位小姐？那位小姐，她在我前面上的楼。你记得你去大富豪是什么时间吗？大约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好好想想，想清楚再说。大约8点多钟吧。8点多多少？准确点。好像是8点刚过。从你宿舍骑3轮车到那儿，大约需要多少时间？大概半个小时吧。可你用了1个小时啊！那半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到大富豪里边逛了逛？怎么？你真的怀疑是我放的火？着火前，我根本没到娱乐城去过，真的。这老人家变态。别发牢骚了，那片门面房不是事实存在吗？周排长，你先别急着解释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那半个小时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既然没进娱乐城，那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路上和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撞了一下，我们吵了起来。什么街？日春路口。那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？这我哪能知道啊？形容一下他的相貌。就是一般的老头吧，不高也不矮，不胖也不瘦。你这等于没说嘛？他长什么样你不知道？我哪能知道？老头长相很一般。王副省长、陈主任刚才说过的，我这就不再重复了。最后我再强调一点，这次火灾损失严重，影响恶劣。在这种非常时期，各个单位、各个部门，常山市的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，在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做好善后工作，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性。南部集团的黄国秀同志今天也来了。国秀同志，我提醒你注意一点，南部破产矿工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，要有全局观念。啊，唐书记，那我简单汇报一下吧。这场火一烧呢，我们这边的副作用肯定不小。闹不好这个方舟装潢公司要关门，我担心会激化矛盾呢。周佩成，你给我放老实点。大富豪这场火烧死的不仅仅是1、2个人呐，而是150多个人呐！多少个家庭被这场大火给吞噬了？多少儿子失去了父亲？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？多少老人失去了儿子和女儿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和你怎么没关系啊？你不说过要放火的吗？周佩成，苏阿福是个大富豪，这150多人也他妈是大富豪吗？啊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勤勤恳恳、勤劳致富的老百姓，啊，利用闲暇时间到大富豪去娱乐一下，结果却落得了这么个下场。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你！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，努力做点工作。可这，唐书记，现在外面谣言四起，好像真是我们工人放火。哎，国秀同志啊，放火还是失火，不是现在还在查吗？同志们，今天的通报会就先开到这儿。散会之后，刘市长，善后处理小组在第3会议室开会，秦书记，接待组到第2会议室集中。估计天亮之后，中央领导、省委的赵书记、刘省长就要到了。请子敬同志还有郑流同志
和政法委书记、纪委书记、法院院长留一下，啊，我们继续开会。好，散会。我咒的不是他们，是大富豪，是苏阿福。周卫成，我看你的心态很成问题了，不恨穷，只恨不均，是不是？我恨的是不公。现在你说公平了？苏阿福他怎么富起来的？他怎么就敢这么公开的开妓院呢？你们公安局还保护？周卫成，你这话说的要有根据啊！苏阿福这个娱乐城是妓院，我们哪个公安保护了？今天请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一定去查去办。黄国秀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叶简，是我求你了。扎铁柱什么人，我心里最清楚了。扎铁柱，你还准备顽固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家周培成自己都承认了，到过失火现场。反正我没见过周培成。那我问你，三陪小姐刘艳玲，她会撒谎吗？啊！别问了，你们枪毙我好了。好，叶子敬，我不给扎铁柱打包票啊。可你也听好了，如果你们司法机关真把这场失火定为放火，错杀了这个昔日的抢险队长，我就陪你们把这场官司打到北京去，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去。你冷静点啊！现在谁下结论了？叶姐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情况。啊，你等一下啊。你还知道没下结论啊？那就让谣言这么乱传，都杀声一片了。哎，我说黄国秀啊，社会上的舆论也要我负责任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叶子敬，你可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该你在家值班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天一亮我就集中办案。黄国秀，叶姐，你们家这位破产书记脾气还真见长啊！啊，整天就知道喊。我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。查谁办谁啊？吴局长，这种官腔就别打了。好，周卫成，咱们今天不谈这些，以后你有的是时间谈。如果你说的是事实，我们一定会依据党纪国法严肃处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不应该成为你仇视社会、进行疯狂报复的理由。怎么，吴局长，你还真以为这把火是我放的？周卫成，现在没有认定你就是放这把火的人，但是也没有认定你就没放过这把火。这把火到底怎么烧起来的？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，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真相大白的。照这么说，吴局长，你们现在抓我，没有多少理由啊？怎么没有理由啊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你已经涉嫌放火犯罪了。现场的情况证明啊，起火的直接原因是电焊的灼热焊流从4楼落到了3楼仓库，引燃了仓库里的剩余装潢材料、油漆和娱乐城的旧沙发。公安人员呢，在4楼发现了烧坏的电焊机，在3楼仓库发现了凝结成块的电焊流。从表面来看呢，这是一场电焊作业不慎引起的火灾。但是呢，目前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么说，有放火的迹象和线索了。是的，3楼仓库有汽油燃烧的痕迹，公安局正在查。好，老书记啊，我正想过去汇报呢。好的，先这样，你把审讯记录带过来，我要看一看。好，就先这样。王省长，陈汉杰同志好像有点情绪啊。是啊，看来这个老班长对我是有误会啊。我倒觉得他不是对你有误会，而是对公安局长江正流有看法。就在今天下午，江正流下令把他儿子陈小木给抓起来了。这事我知道了。这个江正流一点脑子都没有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跟您汇报一下，刘省长的飞机已经起飞了，估计2个小时以后到达省城。
哦，省政府的车已经在省城的机场等候，估计5个小时以后到达长山。裴军同志呢？什么时候能到长山？赵书记的手机关机了，没有联系上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在上海浦东机场上的飞机，现在8成是在天上飞着呢。王省长、唐书记，这是你们开事故通报会期间北京发过来的传真和明码电报。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、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有关方面领导相继发出了一系列严厉指令，要求我们彻查严办。娱乐城的营业执照、消防合格证、文化经营许可证，找到没有？啊，没有。据大富豪工作人员反映，这些相关证照他们全没见过。死者的名单核对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对不上号的失踪人员？还没有最后核实完。我让咱们的同志一直盯着呢。哦，对了，王晓峰还真让我们抓着了。大富豪的工作人员揭发说，王晓峰和苏阿福是把兄弟，没少在大富豪签过单，有渎职受贿的嫌疑啊。张姐，这件事情先不要说啊，别再让郑流同志他们误会了，先别说。这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好，你放心，不会误会的。你和子敬好好的配合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医院刘院长吗？是我。我问你，省里边烧伤专家来了没有？到了。你记得，张支队长无论如何不能再出问题啊，全力抢救。好，就这样。陈主任，案情分析会您还参加吗？当然参加。走啊。他们还敢睡觉？毛才，你让他们通通给我爬起来，赶到中路区城管委集中。我去办公室拿着材料，马上赶过来。开快点。情况呢，基本上就这样。是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彼此，你不也没闲着吗？简直像个噩梦啊，头都忙大了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电话都追过来了，省检察院和公安厅的一把都往长山赶了。还好，案情基本算是清楚了。看起来还是公安局过得硬啊！这么快就把起火的原因查清楚了，把重大的涉嫌犯也都控制起来了，抓住了战机，开局不错。王省长，这不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吗？我们公安局干的就是这个。是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。这种时候，就看你们是不是过得硬了。可千万不能再给省委、市委造成进一步的被动啊！不光是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都要发扬这种主动出击、连续作战的精神。五局啊，把你们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吧。根据几个犯罪嫌疑人和目击者的初步供述，以及现场取证的情况来看，这场火的疑点很多，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放火。而故意放火之人，很可能是方舟装潢公司第3施工队队长扎铁柱，也有可能是该队的电焊工周培成。郑流同志，这也是你的判断吗？是的，唐书记。在调查期间，武成义同志和我一直保持通气。张局长，你们有什么根据？陈主任，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判断，业检和检察院的同志都有相同的共识。您知道，在取证期间，检察院和我们一起密切配合，很多线索呢，还是检察院同志提供的。是的，王省长、唐书记，放火的嫌疑呢，的确不能排除。唐文林啊，你别说了，恐怕你这个区城管委主任是逃不掉了。你不知道，在会上陈汉杰就直接向我发难啊，指着鼻子训我，连王省长都训我。毕竟是死了150多个人啊，看来你这次是撞到枪口上了。哎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，这次处理是一定的了，搞不好啊，估计啊，车尸是轻的。叶检察长还有检察院马上就会介入啊。周主任，那就算监管不严，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嘛。好了，这样啊，检察院那边我去做工作，
但是你们一定要端重态度啊！好吧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子京同志啊，谈谈你的想法和看法。你这个检察长有什么想法？但是有一点，我要充分肯定，就是敏感性。你和检察机关的同志们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，和公安机关配合的不错。要表扬。王省长，现在是公安机关在第一线办案，还是先听听5局和江局他们谈谈吧，别冲淡了主题。我自己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看法，我回头再汇报。王省长，我也不是什么有敏感性，这事儿也巧了，昨晚上在陈主任家汇报工作，听说大富豪着火了，我跟着陈主任就过去了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证明